湖北那边又是另外一波盐巴和地头蛇，那个谭督军连段祺瑞都管不了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没事，放心。我这么多年了，就像陈立信说我的，说我现在已经变得比那个油葫芦还滑。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如果你心里面特别想去广州，那你就去，别跟自己过不去，苦了自己。是啊，别跟自己过不去。经历了这么多年，傅子英也成熟了。虽然他不确定对医书中的感情，但是他很确定，他终生也不可能跟范旭东在一起了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深爱范旭东的女人，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感情。表哥，我们来看你了。王子良，你跟我表哥是把兄弟，今天当着我表哥的面，咱们把把子拜了，以后就比夫妻还亲。傻丫头，哪有比夫妻还亲的把兄弟？当然有了。我哥要是还活着，你以后娶了媳妇儿，你是跟你媳妇儿亲还是跟我哥亲呀？我当然是，我也不知道跟哪个亲。好了好了，我也不为难你了。今天咱们就把把子拜了，以后就比夫妻还亲，生生死死都在一起。好，生生死死都在一起。有你这句话我也够了。怎么还不高兴啊？那行，咱们把堂也拜了吧。拜堂啊？这不全乱套了吗？那你到底拜不拜啊？好好拜。雅芝啊，那我们这到底是夫妻呀，还是把兄弟呀？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咱们是比夫妻还亲的把兄弟。要不是果恒和妈，我真想跟旭东一道去一趟，顺便回老家看看。对呀，总之是南下呀。这汉口和长沙挺近的，你跟着去吧。妈，我就这么一说，我就是担心他一路上没人照顾。要不雅芝，你跟他去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我去，正好我可以回趟老家。对了，雅芝是汉口人。不，那雅芝还得上课是吧？厂里有那么多的事儿，他哪里得看？哪有那么多的事儿啊？他老家不就是汉口的吗？说不定他还能给你帮上忙呢。他能帮我什么忙？你怎么知道我帮不上忙呢？我们要做你姨太太，你怕什么呀？有雅芝一专照顾你呀，我放心。你们还嫌我现在事儿少是吧？还给我添乱呢。哎，旭东，你又去哪儿啊？不，我还不得赶快走啊！一会儿指不定要提出什么要求。哎，等，你带我去吧，我保准听话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这次就算说破大天，我也不会答应。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你还真在天地呢，啊！我就是为你留下的。我就知道，只要你赢了这场严战，你这个家伙一定会来找我炫耀。不是炫耀，
是咱们说好了的，谁输了谁就要请喝酒，是吧？哎，你还别得意，我告诉你，其实陈立信这条路啊，我早就预料到了，只是没给你堵死罢了。不是我没能耐啊，我是真的不忍心把你逼到绝境。我们中国有句老话，鸭子死了嘴还硬。男子汉愿赌服输，懂吗？你还没赢呢，毕竟你的碱厂还没真的建成吧？这塘沽建碱厂，咱们合作吧。我们已经决定到美国去购买设备，不求你。一没资金，二没技术，三没设备。你要等多少年，你知道吗？100年，够吗？100年。那你知道要把碱厂建成要消耗多少钱吧？毕其功于一役，那是天方夜谭。这句话我做盐的时候也有人跟我说过。哎呀，我明天就要走了，你先把我该喝的那杯酒给我，啊。好酒啊！哎，反正我知道你也喝不下去。等我把碱做出来，我还要喝你的酒。行了，徐东，放心去吧。啊，哎，他等你好消息呢。你们想不想听我说句实话啊？我真是有点不放心。有我们呢，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等你回来，我们给你看点好东西。不是说好的，不说的吗？哎，什么情况啊？这个关子那得好好卖。还卖关？你刚来3天，你就有好东西给我看，不说。什么呀？那我也不说。好了，徐东，反正啊，我们等着你拿着银子回来啊。反正如果汉口的销路打不开，我不回来就完了。哎，这话可是你说的。哎，不行，那先生，可以出发了。起好，弟兄们听好了，升班，起航。范旭东和九大再次起航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所有人或多或少的都在成长改变着。那么下面迎接他们的又是什么样的险滩呢？开滦煤矿的孙雪悟去九大了，美国滑雪协会的侯德邦也去九大了。听说有几个留学回来的博士也有去九大的意向。我真弄不明白，这个九大这么有吸引力。这批人每个人都是一支军队，实实在在的军队。让他们做大，再来一次甲午海战、鸦片战争，赢的未必是日本人或者我们。现在他又去汉口卖盐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往后该怎么做，只能敬视尼克逊总在了。范先生，这海上风浪大，您到船舱去歇会儿吧。我好不容易才跑出来呀，你要把我关起来呀？去，忙你的吧。子阳，把地图帮我拿过来。
怎么还真的跟来了？啊？怎么回事？你们俩串通好了？不，我真不是范先生，我也是开船之后才发现的。靠！你要是靠岸，我就跳到海里去。你敢？我又不是没跳过，你说我敢不敢？范先生，您就让雅芝跟我们一块儿去吧，好歹她也回趟老家。再说了，我这个头船一掉头，那可费功夫了，后面一个船队呢。干得好！还有你，还是兄弟哥意思。这个与范旭东一样的化工信徒，怀着一颗虔诚的心，开始了为期数年的疯狂研究。对于侯德榜来说，做茧的意义、茧厂之后的运作等等，都不在他考虑的范围内。他要做的，就是去做，再去做，不停地去做，直到生命的终结。陈教父说的这个美国厂商，我是知道的。当年我在埃克森化工工作的时候，我也在他那里订过货。不过，45万是不是太贵了呀？看来我们黄海要的这些人呢，又得往后推了。要不，我们请陈先生再与美商谈谈。再谈，顶多去掉个零头。九大现在元气大伤。旭东去汉口消炎，到现在也没个消息。我们哪儿拿得出那么多钱呢？是啊。不过，等九大缓过气来，再向金城银行扩股增资，我想这未必不可行。钱，应该还借得出来。不过这位侯先生，是不是真的能把纯碱做出来，很难料得很。董事长。这倒是毋庸置疑的，他要是不行，目前中国就没有人能行了。而且我觉得这设备和技术也不能分开来谈。我曾经和侯先生聊过，他说化学工业在实验室里是一回事儿，运用到实用当中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。最终还是要靠这有形的机械来驾驭这无形的化学。设备是否精良，往往是成败与否的关键呢。他人呢？怎么没来开会呀？我派人去叫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来。要不我再去催一下吧。不用了，我们大家一块儿去看看。好。侯先生，侯先生，侯先生。Jesus Christ！ 当年范旭东做新闻，有没有这么疯狂过呀？是啊，有了这样的人，什么东西做不出来啊？我们的 Edison 也是这样。老百姓吃的这些盐很容易，可哪里知道要做出来有这么困难？是啊，孙先生，哎，傅先生，你把永久黄药的人按你的名单一个也不要少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请你给陈先生打电话，美国的设备要买。好，子英啊，爸，我们一块儿回北京去，为永久黄化缘去。好啊，好，来。
九大的股东们都知道吗？这个您放心，事先呐，我都是通了气的。九大还要保永利？看您这话说的，永利跟九大本来就是一家嘛，谁保谁呀？这笔款子啊，我们为了到美国去买设备，黄海研究社呢还要聘人。现在捕内门三井和九大的禁烟大战也结束了，正逢两岸炎荒，海王星不愁销路，海王牌牙膏卖的也很好，这50万2、3年就能回来。是周先生，您是永利的董事长，我们保纯碱对您也有利呀。不，傅先生您误会了。现在九大的牌子响了，于公于私，金城银行都不会不放这笔贷款。不过作为老朋友，我想提醒您，这么大一笔资金，如果作减再失败了，那九大的股东们可是不会善罢甘休啊。是啊，您提醒的对，但是这笔钱我们一定要借，永久黄缺一不可，九大保定了。好吧，我这就叫人去给你们办。子英啊，我把款子汇到花旗银行去，请程先生立刻购买美国设备。你把那5万块钱带回塘沽，啊。知道了吧？那就这样吧。子英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真没想到，九大这次真能够挺过来。哦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真的很为你们高兴。回塘沽吧。还不是时候。不过我现在做的事啊，跟盐也是有关系的。我现在两广盐务稽核所任乡里。那你是高升了呀？听说宋子文先生是那儿的总经理。我们正准备筹办中央银行。中央银行，北洋政府还在当政，革命党能有所作为吗？这孙文让蒋中正在黄埔操练新军，只要打败吴佩孚跟孙传芳，先去南方8省，再图北方。我是认为他们大有可为。看来你前程无忧了。你别取笑我了。其实我的理想和范旭东是一样的，我也是要做化工。简做成了，离军火跟炸药就不远了。而且革命党对化工一直是有兴趣的。孙文先生倡导三民主义，这也是范旭东所想要的。所以九大跟永利应该跟他们合作。等将来革命成功了，请国家之力来做化工，不是事半功倍。九大现在不缺钱，就凭你们那50万，买设备足够了。上市做减，我断言成不了。傅小姐，这回还想听听我的预测吗？同样是难成。孙学武先生和侯德榜先生现在都在塘沽。他们又不是神仙，一次是做不成的。如果再失败了，没有关谷，你们上哪找钱去？侯德榜先生你也推荐了的，怎么又不成了？侯先生自然是没有错的，但是做化工不是光有技术就能成的。我们已经在美国订设备了。没有那么简单，在投产之前，至少还要扔上百万进去。我不是信口开河，这是科学规律。这么多？这是没法子的事。这技术不是在实验室成了，到了工厂就能一马平川。上回范旭东花的是冤枉钱，可这笔钱非花不可。如果有关谷就不一样了。
这根本是笔小钱。算了，咱们不说这些。你现在还是一个人。这钱扔了，是可以再挣回来的，但是青春扔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易先生在广州已经成家了吧？你等着范旭东，可我等着你。这把口琴我一直带在身上，期末的时候就拿出来解闷。钱送给你，你期末的时候也好有个消遣。我晚上就要赶回广州了。不过真的很高兴，在走之前还能见上你一面。我也很高兴。我说，我脾气倔，你比我脾气还倔。你一个姑娘家的，非得跟着我跑码头干什么？喂，我跟你说话呢。你，万先生，他都快10天不说话了。明天船就要到汉口了，你还能把他送回去？吃点东西吧。啊！不好了，范先生，他们把江面封锁了，我们过不去了。坏了，咱们遇上合匪了！快点，快点！走，快点！这督军怎么就相中我了？这是你的福气呀！你就不要多问了。总而言之，全国18家经研商号要从你这儿经过，放谁过，放多少货过去，都得听我的。别以为我大当家的只会守码头使枪棍，你不说我也能猜得出来。这2湖盐荒，民众游行请愿，要求北盐南运，差点闹出民变来。这督军不仅是纵容，而且还煽风点火了的，逼着盐务署发了引票，开了这么大的口子。这督军不简单呐！不该说的话不能乱说，不该我们管的事情不能乱管。当然，18家经研商号集聚汉口，18路诸侯，再加上当地的世代累商，哈，好家伙，这汉口有好戏看喽！那你还有什么想法吗？还请谭督军给我们这帮弟兄一个团的编制，给个团长兄弟做做，我们就死心塌地的跟着谭督军混了。你们那个二当家，他杀了不该杀的人了，早跟湘军结了梁子了。他在湘西当土匪的时候就杀了36团的团长，那是谭督军3姨太的哥，他的人头早在湘军挂了牌子了。
那我们让他戴罪立功。实在不行，张七块，随谭督军发落，我不能为了他一个人耽误了兄弟们的前程。那好啊，大当家的，马先生不是外人，说。二当家接了一大批货，10几艘塘沽酒大的经验。酒大到了，他人呢？那以前你们遇上过合肥吗？遇到过几次，但没有这么邪乎的。看这架势，又要忽悠的要赎金了。这18家经验商号都得到这儿路过。对呀，这合肥也太猖獗了。来，这次别怕光。是塘沽酒大的人。对啊，是酒大的，我就是范旭东。哦，范先生，没想到你自己亲自来了啊！你受惊了，哎，让我送吧。范先生，不要害怕，我也是生意人，我跟这儿的老大有些交情啊。哎呀！看看，真是让你受委屈了啊！来，走。哎，给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艺人马一山。来，请坐。在山东聊城做些粗盐的生意。聊城通益经验公司，没听说过。刚刚成立啊，范先生肯定没听说过。听您的口音，明明是本地人嘛。怎么会在山东开公司呢？哼，明摆着说瞎话了。山东怎么会有经验？什么叫经验啊？国家现在根本就没有章程。四川的花盐号称经验，长芦的玉砂号称经验，山西的运城也号称经验。全国18家商号，除了9大的海王星，哪一家能跟扬言相比呢？比不了。马先生抬啊！那您也是来贩盐的啊？这个时间不早了啊，明天他们就放你们上路了啊！我先告辞了。不要赎金就放我们，这么痛快？哎，范先生的哥哥是教育总长啊，谁敢要他的赎金呢？有几个脑袋呀？范先生，你们几位到了汉口，会遇到很多麻烦。俗话说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呀。几位要是走投无路，可以到明德酒店来找我，啊，没关系。啊，我还有事儿，先回汉口一步，告辞了。搞的什么鬼？我怎么搞不明白呢？对呀，给我看看。傅小姐好兴致。李先生，我正准备去找你呢。找我？有事儿啊？我这次去北京。碰到一书中了，书中回来了。书中说，就算是侯先生做茧，要想做成，也得脱几层皮，难得很。是啊，这借实验室跟借设备是两码事儿，所以我也急啊，想多做点副产品，增加点生意。也不知道旭东有没有打开两回箱。你说九大到底该不该争取关国？上次我们不是聊过吗？这个就是做晁盖还是做宋江的问题，说不清楚。这次从美国进设备，几10万又扔进去了。这茧要是再做不成，九大从哪儿去弄资金啊？
侯先生不是凡人，但愿他能力挽狂澜，马到成功。吃饭哪儿行啊，侯先生？来，吃点东西嘛。我亲手给您做的炸酱面。哎，范旭东说他呀要做书童，我这社长也就成了校长了。你们的吃喝拉撒我可都得管着呢。你，侯先生，你吃一点吧。你正吃成什么了，侯先生？你现在啊是个不肯吃饭的小孩，我这老妈子得端着碗到处找你呢。你，侯先生，你真不吃我就真喂你了啊！哎呀，孙先生啊，这，好，我吃行了吧？哎，这就对了嘛！来，坐这儿，来，把，来，大蒜白酒炸酱面，来，我这老妈子当的还可以吧？你把笔放下好不好？不错，不错，你得吃啊！侯先生，您说这苏维尔质检法，咱们能搞得出来吗？苏维尔质检法啊？哼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我们花钱买最好的设备，我们的技术也不比洋人差。只要我们的工艺能够简化，成本就会降一大截。那我这老妈子也当值了。来，我喂你吃一口。哎呀，孙先生，你看，请回吧。那我这面条搁这儿，你得吃啊。范先生汉口消炎，也不知道怎么样。开饭了！大当家吩咐过，你们缺什么东西尽管说，不过有一样，千万不要出去乱跑。你们要扣多少货？你们的货都在船上，一袋都没少。明天早晨送你们上路。这个马一山不黑不白，对我们一清二楚。我怎么看着露着一股邪劲儿？亚芝，这汉口码头到底是谁的地盘？码头帮，不过宝庆帮在汉口也挺有势力的。那当地的盐巴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不过不比天津安宁。那么多家商号齐聚汉口贩盐，这么大的利润，谁看着都会眼馋。对呀，我觉得这个马一山像扎了一个口袋，等着我们去汉口钻呢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哎。这菜能吃吗？能吃。他们总不至于下毒吧？那你先吃。他们真想害咱们，一颗子弹解决问题，那犯不上这么费劲。来，来这。来。让，都让开，当心近身来了啊！让你们再抽右试试。哎，让开！哎呦，你们千万别嫌着臭，这个脏水里头全部都是宝贝。这个李先生还让不让人活了？这么臭！
哎，这真是越抽越好啊！没想到啊，这臭烘烘的淡水还真是个宝贝，用它提点，这是废物变黄金呢。哎呀，可惜啊，我们不在四川呢。这要是上规模的话，不光可以做碘，还可以做钾肥呢。塘沽已经是既有煤又有海了，这天下的好事儿还能让咱们都占尽了。那我觉着我们可以把这个技术留下来，以后去四川建厂，对不对？碘有了，另外，那几个留洋回来的博士都愿意来黄海。等旭东回来，这就是2份大礼了。现在是万事俱备啊，就等着旭东拿银子回来。不知道旭东在汉口顺不顺利？旭东，果恒的尿布今天洗了8块，妈说这不算什么，你小时候1天最多一次21块。哼，真不知道你是什么鸟篓子。你要走了，回国这么多年，我们说的话还不及在日本的时候多呢。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呢？你在给严无蜀写信，你不知道，我也在给你写信吧？你给严无蜀的信能寄出去，我这些信什么时候才能寄给你呢？范先生，您看什么呢？亚芝，你知道对面是哪儿吗？我在这儿长大的，您能考得住我呀？这是武昌呀！辛亥革命武昌首义，就是在对岸打的第1枪。接着一夜之间，全国哗变，诸省跟进，满清退位。我在日本的时候，原以为一切都变了，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其实什么都没有变。您怎么会说什么都没变呢？那塘沽以前是一片荒滩呀，现在都已经高楼林立了。还有，那陈立信以前动手指头，咱们都得难过好几天，现在他得反过头来求咱们。工人现在有饭吃，有书读，有宿舍住，没人要的孩子有咱们9大养，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呀。您哥哥创办的南开大学也要开课了，咱们做了多少事儿啊！那照你这么说，变化还真挺大的啊。可是根子没有变。变了，那张小毛以前都买不起田，现在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能买得起了。他要是入了咱们9大的股，现在都是地主了。其实平头百姓对生活的要求真的不高，不就是为了1亩薄田吗？可就这1亩田，像张小毛啊，攒呐攒呐，总是差那么一点点买不起。哎，真的说不清到底是变了还是没变。这不是才10年吗？慢慢干，那张小毛啊，总有一天能买得起田的。人这辈子有几个10年？我们卸货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什么货都可以卸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盐不能卸。你要是不怕死，你就卸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撒在地上，不是红的就是白的。我还真不信了。卸货，上！你们上啊！哎，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干什么你们？干什么？范先生，他们不让我们卸货。请问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不干什么，只要是盐就不许卸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哼，也不去打听打听，10年前汉口码头的洋葱头是混哪一片的？这洋葱头还胡椒面呢。那个，我们9大的盐船都有盐务署的引标，我们卸船做生意合理合法。18家盐铺，哪家没有引票？那管个屁用！不许卸！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？什么叫王法？这是王法！你们要是不服气，可以到盐务署、警务署告我们家。我保庆帮有枪有土炮，出了人命，还有人陪着死。
走。哎，哎，你哎，回来，回来！范先生，请问您是？我借一步说话。请。鄙人姓刘，自贡中华盐号刘英洲。哎呦，刘先生。